你这人怎么乱扔垃圾啊？臭娘们儿，你少管闲事儿！嘿，这人真没素质。我就没素质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什么？臭娘们儿啊！来了！欺负我妈，我弄死你！来人！妈，你怎么偷偷跑出来工作了？是啊，妈，你怎么能干这种工作呀？我臭小子，什么叫这种工作啊？我当年不就是干这种工作把你们三个养大的吗？妈，我们都长大了，您该享清福了，不是？就是啊，你说你现在每天在家喝茶，去美容院和小姐妹做做保养，去拍卖行买点珠宝首饰什么的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就是嘛。哎呀，我不喜欢那些。再说了，我工作是为了证明我有价值。这样吧，我在公司楼下给你开家饭店，你去做经理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哎，只要让我工作，干什么都可以。妈，这张卡呢，可以在我公司畅通无阻。你有什么事来顶层，随时找我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报道。哎，陆总，我妈待会儿来，把饭店经理的职务给她。是，陆总，我一定好好招待您的母亲，让她宾至如归。所有人，饭店门口集合，迎接老夫人。这老夫人怎么还没来呢？早上去饭店开饭呢。经理，陆总的母亲不会是这个清洁工吧？你瞎说什么呀？那是陆总的母亲，怎么可能是个清洁工呢？真是。哎，你好，我儿子让我来办入职的。哎，老夫人好。老夫人，我们公司人多识的，快里面请门子。我就是个保洁的工作，阵势怎么这么大？你们认错人了吧？老夫人，您说笑了。陆总刚跟我打招呼，说您马上就到。再说，您从陆总的豪车上下来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认错呀？是吧？妈，你这工作是我找的人事部同事介绍的，平时就负责饭店大堂里的卫生，不怎么累的。这工资那么低，谁愿意干？虽然工资低，但是有社保啊，不然你老了怎么办？别说了，下班记得来接我。妈，这车是陆总的，我只是他的司机。不来接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不去上班，不然你更想欠养我。没想到因为这车，他们把我错认成了陆云琛的母亲。再说了，如果您不是老夫人的话，不会这清洁工是我呀，我儿子让我来办入职的。其实你穿这样还老夫人呢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老夫人应该是这样，坐着豪车，穿着一身名牌。女儿在陆家当女佣，这衣服是她偷的呀。这瞧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想起来，李娟，你谁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是我宋颖。哎，你忘了，以前我们还一起扫过大街呢。我记得你以前穿的挺朴素的，你们现在发财了。这个衣服瞧着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宋颖啊，不是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啊，我儿子让我来饭店报道。经理，这个女的一直说是她儿子让她过来报道的，我看着也不像是假的。而且这位贵妇刚刚否认了自己就是老夫人，难不成这个清洁工真的是老？我没骗你，真是我儿子让我来的。真的是老夫人帮的。对啊，你对什么对？我才是老夫人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本来呢，我想以正常人的方式和你们相处，但是既然你们还记得我，你们还认得我儿子的车，那我就不隐瞒我自己的身份了。丽娟怎么冒充我啊？玉娟，我儿子什么时候成你儿子了？什么你儿子？我们陆总可没你这么寒酸的妈。宋颖以前和我一起扫大街的，她不可能是陆老夫人吧？难道她也想冒充陆云琛的妈？可不能让她成功，我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想疯了呀？到处乱认儿子。既然你说你是老夫人，那刚刚那辆车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当儿子的车库里面那么多车，我哪认得完呀？你连总裁的车都不认识，还好意思当人家妈呀？这年头啊，竟然还有人冒充别人的妈的。就是嘛。是啊，你想冒充有钱人家的老夫人，最起码穿着得体一点吧。你们看她穿的这个清洁工的衣服，大家都不要理她。这个女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爱慕虚荣的拜金女。哎，等会儿，快来，你给他们说我是谁。
老夫人，对，告诉他们，我才是陆云琛的妈妈。糟糕，我的身份要被戳破了。夫人，您今天怎么有时间来这儿了？吴特助，我才是。这个人一直在冒充老夫人，还说陆总是他的儿子。你是见过老夫人的？你说说，他们两个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老夫人？对，你快说。荒唐！陆总的母亲怎么可能穿这身衣服？虽然我最近的脸盲症更严重了，已经分不清人了，但我见过老夫人穿这身衣服，而老夫人的衣服都是特制的，江城仅此一件。这吴特助别是个瞎子吧？老夫人，里边请。啊，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工作怎么办？经理，今天厂区是有一个保洁要来应聘，你安排他入职吧啊！好了，保洁，保洁也行嘛，能让我工作。这不是总裁的门禁卡吗？你说真的不需要我做什么吗？老夫人，您说笑了，您什么都不用做，开心的最重要。就这样？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那个月薪是多少啊？老夫人，您又说笑了，那陆总的卡您不是随便刷吗？啊，我懂了，老夫人是想靠自己的劳动挣钱。那薪资这个数5000。哎，这个我50万，500万啊！老夫人，您对这个薪资满不满意啊？这干1个月顶我几辈子呀？哎，老夫人没事吧？看来老夫人对这薪资是不太满意。没有，满意，我非常满意。其实嘛，我只是觉得薪资无所谓啊，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哎呀，只是吧，你说付出了没有这个报酬，那可是违法的，我总不能起这个带头吧。最重要的是啊，我儿子如果知道我这样做的话，他一定会怪我的。李娟，我记得你好像没儿子。不是灿着的，我接什么话？陈经理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怎么不在办公室，在这儿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是陆总和咱们公司年前的人事调动报告。可是档案室的钥匙被许经理带走了，许经理出差了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总裁那里不是有一张万能的门禁卡吗？啊，对，什么卡？老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每块区域呢都有不同的部门经理保管钥匙，但是档案室的钥匙被许经理带走了。但是总裁那里呢有一张万能的门禁卡，这张卡呀可以打开公司任何一扇。没错，经理，总裁还说了，如果许经理找不到呀，就找老夫人。那老夫人，总裁的卡在你这里。那就好。他没有，卡在我这儿。这个保洁怎么会有总裁的卡？难道我们都认错人了？都闭嘴！既然你说你是老夫人，那我们就验一下真假吧。卡呢？拉出来开门啊！哎，我卡呢？老夫人，刚刚在饭店门口捡到了您的卡。门口？难道是宋颖的？她不会真的是老夫人吧？我记得宋颖的3个儿子都姓吴，不可能是陆啊！拿不出卡，我看你这次还要编造什么理由？他开不了门，我来。说话。你这卡肯定是假的。是我的卡，你走吧。好了，再胡闹下去，小心我开除你。好不容易来工作，不能被开除了。哎呀，有点口渴，还去倒杯水。哎，哪能劳烦老夫人呢？擦桌子那个啊，你去给老夫人倒杯水。他有手有脚的，
还没我的。不是你这人一点眼镜都没有啊！给老夫人倒杯茶，还委屈了你不成啊？还是冒牌货？不是，你还不信？陈经理，不生气，大不了我自己倒就是了嘛。哪能让您亲自动手呢？我去，老夫人。你看。老夫人，听说陆总今晚要在家里举行晚宴，听说江城的各大家族都会参加，您能让我们开开眼吗？听说啊，陆总家的客厅大的像足球场。真的吗？真想见见世面呀！老夫人，你就带我们去看看呗。我上哪去给他弄邀请函呀？他没有邀请函，进不去。但我可以。又开始吹牛了，别待会儿又啪啪打脸。这人神经病吧，一直在这儿胡说八道。是啊，就连吴特助都认证了老夫人的身份，你怎么还不死心啊？我真的可以。哎，怎么说了你们都不相信呢？宋颖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知道你喜欢我的身份，大不了我给你就是了。虽然我舍得把我的身份给你，但是在场的他们不一定会承认你有我的身份吧。年轻的时候，宋颖就比我漂亮，比我强，现在正好有机会报仇。正好，我自己的身份用得着你让吗？哎呀，陈经理，我看呀，他就是太闲了，你呢就给他多安排点活干。你去把所有的桌子都擦一遍，所有的地都拖一遍。哎，先把这推过来，先过来。哎呦，你看这地上都是水，你应该拿抹布跪在这儿把这擦干净。冤，你冒用我的身份也就算了，找事儿是吧？不服气？不服气的话，我就让陈经理把你给开除了。你人人送医，不然没了工作，就只能回家当阔太太了。不行，我才不要回家当阔太太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？我让你把这儿擦干净，你就赶紧把这儿给我擦干净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不小心的。你太过分了！你嚷嚷什么呀？没听老夫人说吗？她是不小心的。我都说了我是不小心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我是故意的，你又把我怎么样？李娟，这个保洁工作原本是你的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保洁怎么会像我这样穿的这么光鲜亮丽？人证在哪偷的？陈经理，他说我的衣服是偷的，竟敢污蔑老夫人，信不信？让你看啊！我看谁看谁！经理，陆少奶奶刚刚的父亲已经到公司大厅了。陆少奶奶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先给我去接人呐！经理，他哪有谁管他呀？先给我去迎人！陈经理，我也想跟你去瞧瞧。太好了，老夫人，宋颖，你跟我走。文琛，年轻有为呀，难怪我们家雨儿心悦于你。孙小姐，多谢您的赏识。姓孙，又叫雨儿，好熟悉呀！我去，哎，妈，你看这个孙家的小姐都真有大哥呢。你看，来看一下，这女孩挺好看啊，我喜欢。哎，文琛，改天把她带回家给我瞧一瞧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就尽早把婚礼给办了。妈现在呀，就想你们早点成家。啊，原来这就是喜欢我大儿子的姑娘啊！孙子，你们上去了。看着很有教养的一个姑娘，做我大儿媳妇正好。哎，你以为陆总在跟你打招呼啊？不然呢？你打。未来的陆少奶奶可真漂亮，家世学历都是1等1的好。可不是嘛，陆总呀还总是纵容她来公司玩呢。原来云琛也喜欢这小女孩，真不错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？敢直呼陆总的大名？我都说了我是云琛的妈妈，你又不信，又来了。哦，你是他妈？那这位是谁啊？
宋颖想当陆云琛的妈是想疯了吧？你要是想让我们相信的话，就赶紧拨通陆总的电话号，让他亲自告诉我你是谁 ，OK？ 好，你们可别后悔。是云琛的妈妈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私自接云琛的手机？要不要接啊？要是到时候他妈妈问起我，我该怎么介绍自己？哎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。没人接？你不会是随便拨了个号码吧？这个司保洁他满口谎言啊！哎，我真没骗你们，你们看电话号码嘛。还真是陆总的手机号。宋颖竟然连陆云琛的手机号都能搞到，看来他是做足了准备来着。可惜啊，还是改不了以前的穷酸样。就算他穿成这样，在场的人怎么可能会信他呢？哼！一个电话号码说明不了什么。是啊，那我要是有陆总手机号的话，那我不就是他亲妈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被他气糊涂了。行了，我们回办公室吧。好，走，老夫人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，光顾着姑娘，不接我电话。孙总，这次就靠你了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成功。好，爸，玉儿，那我就先下楼等你。我告诉你，云琛，妈妈刚才给你打电话。我待会儿回一个。云琛，今天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没时间，我中午有会议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孙小姐，怎么了，云琛？晚上家里有宴会，你能做我的女伴出席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罗妈想见着她未来的大儿媳妇。那今天晚上见。对不起啊，姑娘。阿姨，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，没关系的。大儿媳妇真温柔啊，跟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完全不一样，都没有嫌弃我穿着保洁的衣服。这死保洁真脏！忍忍孙宇，在云琛办公室门口要做一个温柔有教养的女人，等嫁到了陆家，就不用受这种气。大儿媳，这死保洁要喊什么？阿姨，下次注意就好，拜拜。看来只能下次跟你大儿媳妇相认。你在这站着干嘛呢？饭店的活不用干了，走。哎，怎么了？老夫人答应带我们今天去参加陆家的晚宴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现在还敢说自己是陆老夫人吗？你从哪弄的邀请函？我上哪儿给你搞邀请函啊？我不管，我已经答应我那些新同事了。你怎么总干让我难为的事情啊？乖女儿，你就想想办法嘛。妈晚上就带他们过来了。从哪儿弄的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又不带你去。行，那我今天晚上就在家等你们了。你家？我们这不是招了个神经病吧？赶紧干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胡说八道，看着都不顺眼。走了。是。老夫人，您看，您都还没下班了，他就先跑。没关系，明天让他把活多干点，把今天都补上。我自己回去就行，免得耽误你工作。他
看，那个保洁上了一辆豪车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宋颖以前那么穷，带着3个儿子连饭都吃不饱，怎么可能开得起豪车？不会是被人包养吧？对，宋颖肯定是被人给包养。我认识宋颖这么多年，她一直都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仗着自己长得还行，就到处勾搭男人。我猜她一定是被哪个男人给包养了。她呀，就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。这下嘛就说得通，怎么会招这样的人进来？真是。哎，喜年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接我了？那当然了，你工作这么辛苦，我们当然来接你了。妈，你今天上班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不能说实话，说了让儿子们担心啊。好的话叹什么气啊？妈，你该不会受人欺负了吧？怎么回事？谁？两陆云琛的母亲也敢欺负？没有，儿子，你们别生气啊，真挺好的。真的？妈，有事受委屈了就跟我们说。要知道，你现在有3个儿子给你撑腰的啊。知道，你们放心啊。以前呢被人欺负惯了，现在终于把你们3个都养大了呀，媳妇熬成婆了。我可没那么容易被人给欺负。那就好。等今晚他们见了我，应该就能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妈，儿子想死你了。这么黏糊干什么？松开！哎呦，我不要你想我，我要你赶紧结婚。妈，我上次听你话去相亲了，人女方嫌我工作不正经，人家不愿意，能怪我？哪里不好了？拳击手多疯狂的工作，是吧？妈，你不能因为他是你儿子你就偏心啊！拳击手，咱先不说这职业属性有多危险，他每天也没时间在家里陪家人，哪里好了？你是最让我操心的一个，你最不听话，最花心。我哪花心啊？走开！妈，儿子我要结婚了，谁陪你逛街？谁陪你看电影？谁给你穿亲子装？我告诉你啊，新电影《阿拉德皮特》刚上映，你最爱的。走啊，再打，走着。走，我大哥都把那电影院买下来了。老夫人，咱们为什么不走正门啊？是啊，老夫人，您的邀请函呢？我又没邀请函，走正门怎么可能走得进去呀？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低调。我都带你们进来了，还要什么邀请函？是，老夫人说的都是。妈，今天宴会人多，你别给我惹什么麻烦。放心吧，待会儿你只要记得怎么称呼。老夫人，请进。进去吧。好。经理，我夫人家好大，好漂亮呀！老夫人，你的家果然不同凡响。这个送到我房间。是，老夫人。你个千年沟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家，我当然在这儿。这是你家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看看你穿的什么呀？宝洁的衣服，怎么敢说这是你家呀？这就是我家，说了你们又不信。宋颖她这么镇定，别真的是她家吧？哎呀，不可能！她当年可是和我一样，天都不亮就要扫大街了，我都没发财，她不可能发财的。宋颖，你再胡说，信不信我把你给赶出去？这里要不是老夫人家的话，我们怎么进来的？这就是我家。等晚上你们就知道真相了。有本事你现在就证明啊！这要是你家的话，我就跟你姓，给你当女儿。因为我当女儿，那你身份可就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？你将会是陆家唯一的千金，这身份你可不配。经理，他侮辱你啊！呸！一个破保洁，天天幻想自己是江城首富的妈。我都告诉你们了，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是个爱慕虚荣的拜金女。丽娟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年轻的时候爱慕虚荣人应该是你吧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
行，我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？这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怎么还嘴硬？经理，你说他在这儿会不会是因为什么说呀？别吞吞吐吐的。今晚我们不是看他上了一个男人的车吗？会不会是包养他的人带他过来的？什么？包养？宋颖，你就老实交代了吧，你到底被谁给包养了呀？你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跟男人勾勾搭搭的，因为这事儿，你老公还经常打你。哎呦，没想到你这老了，还是这么不安分。胡说，我没有被包养。难道不是吗？那你说，你晚上上的是谁的车？那是我小儿子的车，接我下班的。哎呦，一个儿子不够，真有2个儿子啊！坐坐，客人正在陆续的进场，宴会8点准时开始。妈，你今天上班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怎么感觉我妈有点不太对劲啊？那公子还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掂量我妈，别让人欺负了。明白，我会照顾好老夫人。你儿子要真的开豪车，怎么会让你去当保洁呀？就是啊，你骗人也找个靠谱点的借口呗。呸！破坏人家庭，真恶心！我说了，你没有被包养。宋颖，你就承认你被包养，又能怎么地呀？你再说一遍，谁被包养的？谁是包养的？干什么？你松开！你死女人，给我松开！李娟，你少栽赃我！你年轻的时候是你自己爱跟男人勾勾搭搭的，你老公看你不检点，还家暴你的，关键还是我给你报的警呢！你别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？那现在又是谁在冒充我的身份？是你自己冒充身份不成功，还想拉别人下水。哎，宋颖，你如果想冒充富人家的太太，最起码也换身好看点的衣服，让人看着还像那么回事儿啊！你承认你是假冒的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。那你干这个很有经验啊。够了！你说他是假冒的，可是他呢，从陆总的车上下来，又经过了吴特助的认证，而且呢，还拿到了陆总的万能门禁卡，甚至带我们来到了陆家。你呢，谎话连篇，说的每句话都被打脸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让他们把你赶出去。行，今天算我倒霉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跟这种女人没什么好说的。老夫人，你就任由她栽赃你。哎呀，那又能怎么样啊？一会儿人家的金主回来了，指不定这个女人更嚣张呢。原来没有金主，还有，我没有被包养。放开！放开！再说一遍，我没有被包养。住手！我没有。连老夫人都敢欺负，找死！胡特助，你竟然敢踢我！放肆！是你先对老夫人动手的。好，行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去书房找我大儿子，到时候让他告诉你们谁才是真正的陆老夫人。善宇，你以为陆总是什么人都可以见吗？你别在这狐假虎威了。吴特助，夫人，让他离开。是，老夫人。胡特助，你是真不认识我了吗？她才是冒牌的翟夫人。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得了两盲症，不然保不住工作。我见过老夫人那么多次，怎么可能不记得？这吴特助见过老夫人，怎么还能认错我？难道我家小倩和他有一腿，所以他知道我是小倩的妈，才保着我的？你是生病了？胡说，我才没有生病。既然你觉得我说错了，那我随便在陆家找个佣人过来，他们在这生活这么多年，总应该认识老夫人，到时候有你好看。好，小倩，你过来，你告诉他们，谁才是陆老夫人？宋颖怎么知道我女儿的名字？老夫人，你喊谁呢？当然是在喊我啊！我在问小倩，你别害怕，你说一说，
你在陆家工作了多久？3年。那你认识陆家每一个人？认识。那你说一说，我和他谁才是真正的陆老夫人？我得罪不起老夫人，可我妈……别打了！一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竟然背着我跟你爸见面，还说不要跟我生活在一起！我呸！妈，造死你曹倩！你可是我的女儿，不是你妈，这辈子都甩不掉。我让你把我一绝都能忘记，听到没有？我要是在此刻戳穿我妈的谎言，她一定会打死我吧？你愣着干什么？快说，谁才是陆老夫人？这个女人不是刚刚带我们进来的？是啊，她刚刚还当着我们的面叫了老夫人呢。小倩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尽管如实回答。是的，小倩，照实说就行。怎么办？能丢工作，总比我妈发火打我强。是他才是老夫人。你不可能！这个女儿真没白养。这下你死心了吧？我没见过大厚脸皮的，不到黄河不死心呐。老夫人，请您一位宴会厅，我们没必要跟这种人浪费时间。这边。老夫人，小倩，为什么撒谎？对不起，老夫人，那是我妈，我没办法。她是你母亲，难怪他们混进来。死保洁，今天就是你撞的，手指上还留着她的味道，真恶心。要不然上去报个仇，正好让他带我去迎春的书房。算了，不怪你，明天自己去办离职。你推我！你推我！哎，就是啊，你推他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想清楚再说话。我已经得罪了老夫人，不能再得罪孙小姐。对不起，老夫人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啊，阿姨。我之前在陆家公司看见过你，现在又在陆家看见你。你是陆家的员工？哦，阿姨，我第一次来陆家，不知道云琛的书房在哪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这只怪云琛，太少带你回家了。你一个下人，你怎么喊云琛啊？我不是，我是阿姨，你就带我去吧，我还没去过呢。好，带你去，走。啊，死老太婆！你以为云琛谁都配走？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这个老……阿姨，谢谢你带我过来。我还想着介绍他们认识，没想到他们已经遇上。你怎么没在宴会上？我是想来见你，云琛。我今天好看吗？我是来跟我妈商量一下，今晚宴会上宣布跟你们孙家的婚事。真的吗，云琛？你不是追了我那么久，刚好我妈也喜欢你。你选择我是因为你妈妈呀？孙小姐，有件事情我想提前告知你。云琛，你说。我们家最重要的就是我妈，我们兄弟们都是想她开心。你跟我结婚之后，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想你跟我妈好好相处，别让我为难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千般对你妈妈好的。老夫人，你怎么看着一脸不开心的样子？今天倒霉，遇到都是一些狗眼看人低的玩意。怎么了，老夫人？没事。哎，不过也有好事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海西人可好了，我得赶紧换完衣服，换完妆，得去找他去。我今天也得为自己出口恶气。妈，陆大少爷，我妈人呢？老夫人说她不放心，先去宴会上看看。阿姨，您没事吧？好漂亮的女孩啊！谢谢阿姨称赞。请问你是？啊，我是来参加宴会的，但是很显然迷路了。别怕，我知道路，我带你去。走。
这谁家的太太真有气质。是啊，他脖子上那套珠宝可价值不菲呢。是宋宇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他的那个珠宝啊，一定是个假货。肯定呀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真的呢？宋颖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。自己家？难道是传闻中的陆家老夫人？没错，是我就是陆家三兄弟的妈妈。又开始了哈，又开始。陆老太太，你脖子上这套珠宝是不是风琴拍卖会上那套极品翡翠？我没去拍卖会，但是听我哥说，这套珠宝被陆家1个亿拍下了。都说了，他那套珠宝是假的，而且他一直在冒充陆老，这位才是真正的陆老夫人，陆家三兄弟的亲生母亲。可这套珠宝看着很真哦。这就是真的，至于在哪拍的，我不清楚，因为是我儿子送给我的。你还睁大眼了是吧？宋颖，这种假货你也好意思带出来？夫人，你别动手动脚，有什么话好好讲。好好说，我哥这种冒牌货有什么好好说的呀？我看是你装上瘾了吧？我装上瘾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就算它是假货，你也不配戴。请你将珠宝还给这位夫人。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凭什么管我？元琛说他妈妈在宴会上，让我来陪陪他。是谁呢？啊，吴特主，你们家老夫人在哪？这个声音是孙小姐。快告诉我陆阿姨在哪儿？啊，老夫人就在那边。这不是你的东西，请你物归原主。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？连老夫人都敢得罪？我不是东西，我是孙家小姐。不可能，孙家只有1位小姐。我也只听说孙家只有1位小姐啊。看，就是一个大冒牌货带了一个小冒牌货。哼，你追你干什么？这套珠宝损坏你可赔不起。吓死我了！难不成你这个东西还想是真的呀？夫人，这上面裂了一道缝。简单，让他赔钱1个亿。1个亿，他也真敢说。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刚才这位小姐说了，这套珠宝是陆家花了1个亿拍下来，可前提是这套珠宝它得是真的。这就是真的，价值1个亿，赔钱。老夫人，别理这种人，这种人啊，就是想发财想疯了。我怎么听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你才是冒充老夫人的吧？想鉴定翡翠的真假很简单。夫人，您拿出您购买时的发票。发票让管家收着呢，在房间里。难不成你想让人去我的房间拿吗？这女人真搞笑。陆总的宴会怎么什么人都能进呀？冒充别人身份，总有一天会遭雷劈。敢诅咒陆阿姨遭雷劈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大儿媳，滚！谁是你大儿媳？脏兮兮。是我啊，孙宇，不是云琛的妈妈。你个老太婆，敢冒充云琛的妈妈？她穿的怎么比云琛的妈妈更有气度？孙小姐，她疯疯癫癫的，一直说自己就是陆总的母亲呢。我见过她2次，我能证明她是保洁，这才是云琛的母亲。你个冒牌货，滚远点！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跟你这种人讲什么礼貌啊？你个死保洁，诅咒陆阿姨，给她道歉！我不会给冒牌货道歉。孙小姐，刚刚这个人一直说自己就是孙家小姐，私生女，敢说自己是孙家小姐？孙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她不知天高地厚，敢说自己是孙小姐？他说的也没错啊，他和你同一个爸。果然啊，冒牌货都会帮着冒。你个死老太婆，冒充我未来的婆婆，再这样我就让你好。原来你是这么没教养、嚣张跋扈的孩子。没教养，我替我未来的婆婆出头，我没教养。那不是你未来婆婆，而且主持公道不是你这样的。你如果怀疑我，可以叫余生过来作证，而不是用这般恶劣的态度对待我。我凭什么要用好的态度对你？姐姐，她可能真的不是你未来婆婆，你要不然找陆总确认一下。闭嘴！占有你这个私生女说话的份吗？再提醒你一遍，她不是你未来婆婆。我说是就是，给她道歉。我不会给冒牌货道歉。
我再说一遍，道歉！在未来的婆婆面前，我可是要好好表现。我也再说一遍，我没错，该道歉的人是他。孙小姐，宴会要开始了，把她赶出去吧。你再不道歉，你走不出这个门。我不会出这个门。他还没有赔我珠宝。什么破东西！孙宇，这价值上亿，上亿还真敢讲。这个孙宇还真不错，快帮我好好教训一下宋颖。老夫人，宴会马上开始，陆总爷他们快到了。他们都到了，我得赶紧离开，不然就会被抓个现行。宋颖，你现在给我承认个错误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丽娟，我们俩到底谁错？你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虽然是假的，他也不可能是真的。闭嘴！再说一遍，给陆阿姨道歉！不会给这个冒牌货道歉的。老东西，永远不信！小丫头片子，你年轻认不清人，我可以跟你不计较，但是你再这样目无尊长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目无尊长，孙小姐，她自居是您长病了。她神情怎么这么镇定？难道是我真的认错人了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认错人。我必须马上离开。陆阿姨，你别怕，等会儿云琛肯定会替你教训这个冒牌货。这个缺心眼的丫头，冒牌货，待会儿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冒牌货。闭嘴！再说一句，把你扔出去！唉，你真是眼瞎呀！居然喜欢你，还想让你给我做大儿媳。大儿媳妇简直痴心妄想！不准走，除非你给陆阿姨道歉。孙小姐，还是算了，我得赶紧离开。陆阿姨，你别怕，云琛肯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他这是心虚，想跑。又胡乱说，看来是道行和不死心呀！孙小姐，干什么？我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人。哟，孙小姐，您被这个臭保洁给欺负了？你闭嘴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个死女人她欺负我！活得不耐烦了吧？连我女儿也敢欺负！看清楚了，是你的女儿先动的手。是你先冒充陆阿姨的，还诅咒人家！我没有冒充，还嘴硬！今天你不下跪道歉，你出不了这个门了！干什么你？下跪！跪下！我说了，我才是陆夫人！跪下！孙小姐，住手！陆总，这个人一直都是老夫人。云琛，他还诅咒你妈妈遭为批呢！陈烨，我看你这活腻了吧？陆总，他是老夫人。他不是，难道你是？云琛，你居然为了一个保洁推我，他怎么可能是你妈妈？妈妈不是他吗？我要是认错了，我这还怎么嫁进陆家呀？她是我妈。完了完了，这大手冲了龙王庙，没想到宋颖真的是卢老夫人。陆总，他早上坐您的车来到的公司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认错呢？反而是他开着清洁车来的，怎么可能是老夫人？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妈是不想暴露她的身份。对不起，宋磊，是我爱慕虚荣，要认你们当儿子。云琛，你看他自己都这样说了。废物，我连自己妈都不认识，是吧？妈，你懂什么呀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啊？他们竟然没有戳破我的身份。大哥，说什么呢？有谁敢欺负我们三兄弟的妈呀？你说是吧？啊！要命了，他们这是要干嘛呀？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老夫人，是吧，老夫人？
全经理没有，他对我就……怎么了，陆夫人？没有。陆总，一直是这个女人，冒充老夫人欺负老夫人，我现在就把她赶出去。三少爷，你踢我干什么呀，三少爷？闭嘴！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欺负我？陈经理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陆家最讨厌的就是仗势欺人的东西，哪怕是个清洁员，那也得让人尊敬。我道歉。对不起。好好的一场宴会，被你弄得乌烟瘴气。哎，云琛，你不是说好公布婚约的吗？哎，你们还没结婚呢，你这样巴巴的追上去，让人笑话。都怪你！那什么大儿媳妇儿，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要看你自己配不配。你现在也不配给我做大儿媳妇了。哟，你倒是想得美！就算全天下就剩你儿子一个男人，我都不会嫁，除非我死。那我期待着你想死的那天。你闭嘴！信不信我打烂你的嘴？再对我女儿不客气，我找人把你扔出去。武汉最后想死的是谁？如果宋颖真的是陆云琛的妈，他们应该不会任由宋颖被这样欺负。可陆云琛为什么没戳穿我是假冒的老夫人呢？等你们知道我是谁，就知道想死的人是谁了。月儿，别理，不要让他把今晚的宴会给搞砸了。大哥，你认的那个假妈好嚣张啊！这不是我认的，是妈自己不愿意暴露身份。咱妈到底想干嘛呀？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心里憋着火呢。那也不能让人这样欺负。我去找你舅舅帮成功。就是，不能让他一直成为搅屎棍。那你就是屎喽，愚蠢的丫头！我之前有听到过小道消息，本来陆总今晚要宣布和孙家的婚事，听说还要介绍一位世界级的中餐大师担任华伦连锁总店的主厨。就是的，都怪你！坦白讲，从你的表现看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嫁进陆家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呀，什么中餐大师啊？阿姨，今天晚上云琛说要介绍华伦饭店总店的新主厨呢。哎，我这中餐做的特别好，你看我能不能当主厨？也好，只要阿姨开心，什么都好。照你那个家常菜的水平，还想当主厨啊？我不行，难道你行？当然，华伦饭店的特色菜都是经过我严选的。老夫人，这个女人她又说大话，你让她离开宴会吧。来2个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轰出去！我看谁敢动她！雨琛的舅舅，你替一个保洁说话干什么呀？今天怎么都护着这个女人？这是我的贵宾，我看你们谁敢在我陆家闹事！他怎么就成贵宾了？是啊，他一直冒充老夫人，还总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你们不相信我，就说我奇奇怪怪的。既然你们总是说我只是一个保洁，瞧不上我，那我们就打个赌吧。陈燕，李娟，你们俩要是输了，就给我跪下道歉。还有你要是输了呢，就给我当1个月保洁，外加伺候我。他又开始了。宋颖，我记得你以前没有这么浮夸呀。你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不量力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既然你说要赌什么呀？如果我拿下华伦总店新主厨的位子，就算我赢。就你华伦总店的新主厨，你凭什么呀？舅舅这么护着这个女人，这不会是他的情人吧？哪来的神经病？竟然信口开河，华伦新主厨的位置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吗？
真以为公司是他开的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这女人太不自量力了。闭嘴！想要和我们陆家合作，就得知道最起码的尊重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就把所有财产都给你们。我请你是谁？喂，谁稀罕你的财产啊？哎，我富可敌国，儿子的钱都在我这里。你儿子多大呀？你还帮他们管钱呢？他儿子是妈宝男呗？我还叫妈宝男怎么样？你两个人的嘴太碎了，待会儿叫起处理。宋颖，你现在变得也太奇葩了吧？哎，你说你这儿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别管，就说赌不赌？我赌，你我也赌，而你赌着。妈，你没有什么事儿吧？废话，当妈怎么给自己的女儿惹事？阿姨，陆家的保姆怎么管你叫妈呀？是这样的，她虽然是陆家的保姆，但是在陆家待了很多年。我呢，觉得她乖巧聪明，又有眼力劲儿，这心里非常喜欢她，所以呢，就认了她为干女儿啊。好，陆阿姨，我有个秘密跟你说。什么秘密啊？舅舅好像喜欢宋颖，要不然他干嘛护着他呀？很奇怪，陆云琛的舅舅为什么也不出川玩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是情人关系？我不太清楚，但是陆阿姨，我劝你还是留个心眼。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他们那么欺负你，你怎么忍得了的？就是妈，我现在马上把我拳馆那群小子拉出来给你报仇。妈，我帮你报仇吧。姐，我现在就找人剁了他。走。哎，你们等等，别那么着急。还有你，这么大岁数，跟着他们瞎起什么哄啊？不是姐，我也只是不想看到那帮畜生欺负你啊。唉，原本呢，我就想让我们上个班，打发点时间，顺便呢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。谁知道第一天上班就遇到那群势利眼了，我忍不下这口气。妈，你说你想怎么做？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拿下华伦总店主厨的位置。哎，姐，得了啊，你可别靠自己了，靠自己准当。舅舅，我这3个儿子就是我的力量，我把他们从我肚子里面生出来，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，现在他们都有出息了，他们就是我最大的力量。对，也辛苦你啊，把我这些外人养得这么好，让我这个舅舅也沾了光。哎呀，也幸亏你离婚离得早啊，要不然这赌徒早晚吸过你的血。你提我前夫做什么呀？那你不上家。喂，什么？华伦的新主厨已经入职了？有没有搞错？我才是人事部经理，怎么新主厨入职了，我没给我报备啊？喂，新主厨入职了？是啊，陆总怎么让过我的呀？难道是因为昨晚的事儿让陆总对我心里有了芥蒂？哎，老夫人，您可要在陆总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啊！可以啊，不过你得先帮我个忙。哎呦，老夫人，您尽管吩咐。我呢有个老朋友啊，一直在找工作，你看看公司有没有那种活少钱多的职位，给他看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直接让他入职了。这个简单，他多大年龄了？什么学历？57岁，没什么学历，也没什么经历。哎，我就是想让他混个社保而已。那就保安吧，这个轻松。老夫人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行，那就保安吧。哎，我们这会儿去会会那个新入职的主厨怎么样？宋颖，怎么是你呀？不是我，难道是你呀？不可能，肯定哪里出了问题，不然你个保洁怎么摇身一变成华伦新主厨了呀？还有，你没有通过我们人事部的流程，你不是正式员工。宋总说了，我的任命不用通过人事部。宋总是谁啊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宋总吗？宋建慈，陆总的舅舅。陆云琛的舅舅怎么跟宋颖一个姓？难道……哎呀，不可能！我找大师算过命，宋颖这辈子没有发财的命。不要进黄里卷，宋颖肯定是用了什么常规手段才坐上华伦主厨的位置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爬上了我弟的床，所以啊，才有了现在这个位置。李娟，我不拆穿你，你还真是稳得住啊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脸皮真厚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赌约我赢了，你输了，跪下给我道歉！我告诉你啊，宋颖，你靠这种办法上位，我不服。孙经理，走。哎呀，这就跪下道歉了，我以为很后悔呢。不行，我要杀了你！请问这里是华伦新主厨办公室吗？他瞧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华伦的新主厨白岩峰。您是华伦的新主厨，那他是？您是华伦的新主厨，那他是？是他。这夜我们谈恋爱，把你拥入怀。您真是华伦新主厨？对，怎么了？你个死保洁，你又骗我跟夫人是吧？我没骗你，可能是他弄错了。等会儿，这现在是怎么个情况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是华伦的新主厨没错，而我是华伦的副主厨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把你资料拿来看。这上面怎么没标注华伦副主厨的字眼呀？可能是陆总那边出了什么差错吧，因为我是直接找陆总报道，这是陆总给我的任职聘书。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妥的话，可以找陆总当面去。开玩笑，我怎么敢追陆总？老夫人，我们先走。哎呀，以后可别再这么骗人了。你也觉得我在撒谎？不然呢？我才是华伦的新主厨。可能是大儿子还没有向他解释我的存在吧。那你知道我是骗人的，还帮我？我帮你是因为，你真不认识我了吧？你是谁啊？我一定要认识你吗？没事，以后呢，在华伦有什么麻烦事，尽管来找我。哎，这人真行，不认识就说这么暧昧的话。喂，大儿子，怎么又来了个新主厨啊？妈，那个男人帅不帅？帅是挺帅的，就是你很清楚，说的话也挺奇怪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只是对你这样的？这就是我妈以前没在一起的初恋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是觉得你们俩特别的般配。啊，大儿子，你这是想把我给嫁出去啊？妈，小时候爸喝多了总打你，我们兄弟三人，时常我在夜里能看见你偷偷的哭泣。你曾经受过那么多苦，现在好不容易你叫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，也该是你享福的时候了。现在遇到这么合适的人，就把自己嫁了吧。臭小子，说话辣眼睛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得为自己出口气呢。那当然了，人家这保养花了不少钱呢。可是有钱人的太太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啊想让老夫人带我们去陆家的高尔夫球场玩。李娟，我看你这次又怎么混进高尔夫球场？老夫人，你就带我们去吧。这些人没有一天是消停。哎呀，李娟，你也带我去见见世面吧。不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跟你说话了吗？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宋阳，你个死保洁！哎，看清楚了，现在我是华伦主厨，可不是保洁。哎呀，李娟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难道进不去啊？好，我就带你们去。这婆娘怎么这么像带着我3个儿子逃跑的前妻？这人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他瞧着
怎么这么眼熟啊？霍金怎么看谁都眼熟。卡呢？没卡不能进。张大，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位可是老夫人。这高尔夫球场都是老夫人开的，要什么卡呀？不认识，我只认卡。你这四宝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？老夫人，你有这金卡吗？我从哪儿把卡编出来给他呀？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儿能买票吗？我买票。您开什么玩笑？看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啊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，要卡，贵宾卡。哦，就是那种黑色的，年消费在100万级以上才有的贵宾卡。老夫人，您没有贵宾卡呀？等，刷卡。尊贵的金卡贵宾您好，女士，您请进。经理，他手里那张可是金卡呀，那可是年消费1000万以上的 VVVIP， 在江城总共都不超过3张啊！不是，宋颖，你怎么有这金卡呀？是儿子给我的，羡慕吗？全江城就陆家3兄弟有金卡，眼前这人竟是老夫人。不可能，你儿子怎么可能有这金卡呀？那你得问我儿子了。不是，老夫人，你看这女人嚣张的。这几个傻探竟然把冒牌货认成老夫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没带卡，让你们丢脸了。宋颖傍上陆元春的舅舅，竟然这么得意。老夫人，您给我们道什么歉啊？这不是折煞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老夫人，能进去就行。我们进去吧。哎呦我去！不是，你这死老还要干什么？你们卡呢？他不是有卡吗？这位贵宾又没有说要邀请你们进去。宋颖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夫人刚不是说要自己买票吗？那就自己买吧。你耍我们是吧？你明明知道这里只能用卡。哎，您好，我问一下啊，是真的只能刷卡吗？既然您是尊敬的金卡用户，我们这边是可以开先例。那买票是不是很贵呀？老夫人的意思是卖贵点儿。既然您是金卡贵宾，我们肯定给你们打折。啊，多少钱？多少钱我都买。一个人8000，5个人就是4万半。这不包括贵宾室的使用以及器材的使用，总共算下来再打8折，一共是18万8800。多少钱？18万8800，听不清楚吗？老夫人，才18万8800。哎呀，很便宜的啊，不贵个鸡毛。我这辈子都没赚到过这么多钱。或者您可以充值100万办一张黑卡。既然是陆老夫人，应该不缺这100万吧？对，关键是这样的啊，我呢有卡放到家里了，还没有带，所以呢我买票。走。别哭了，芊芊，工作丢了，我们重新再找就是了。都是我妈害的，还好她没有惹上太大的麻烦。阿明，我妈刷了我们的卡，刷了多少钱？8万8。芊芊，那个是我们买房子的首付啊。我怎么突然感觉这事儿越来越不对劲儿了？怎么不对劲？我突然觉得这神经病说的话不像是假的。啊？你看啊，昨天晚上他一个保洁进了陆家的宴会，而且陆总和陆总舅舅对他还客客气气的。今天他突然之间就成了华伦主厨，现在还有金卡，连老夫人都没有。你是想说宋颖才是陆老夫人？这样你就把他死了！
你们的嘴！她怎么可能会是老夫人呢？如果真是的话，昨天在宴会上，那陆总早就揭穿我了。他手里那张卡是因为被我弟弟给包养了。我能证明，估计那张金卡也是宋总给的吧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不是宋瑶，你笑什么呀？人就是这样，不想看见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真相时，总能找个借口。闭嘴吧你！看清楚了，我是人事部经理，全公司所有员工生杀大权全部都掌握在我手里。即使你是华人的新主厨，我也有是法子对付。不信的话，我们走。瞧，你打算滥用职权对簿？我怕陆总知道。经理，有一件事儿我好像搞错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那张门禁卡应该是宋颖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我不相信总裁的万能卡能从一个保洁的身上掉下来，所以我就下意识的以为她才是老夫人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张门禁卡的位置离宋颖是最近的。难道宋颖真的是老夫人？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会是老夫人呢？昨天宴会上，陆云琛当着所有人的面叫我妈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是真正的陆老夫人。陈经理，他们胡说八道，开除他们。哎呦，这假冒久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真的呀。宋颖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就看看你要对我怎么个不客气。好，今天我就干什么呢？好狗不挡道士。陆阿姨，我可没有说你的意思啊。哎呀，还是我未来的大儿媳妇贴心呢。陆阿姨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孙小姐，还是这个冒牌货，还在说自己是陆老夫人呢。你们都眼睛瞎吗？昨天晚上云琛都说了，这才是人家的妈。那可能真的是我们记错了。阿姨，不是在高峰，好呀。阿姨，他们又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问。你为什么要冒充陆总的妈妈呀？我没有冒充陆总的妈妈。虽然这么说呢，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真的是陆云琛的妈妈。阿姨，虽然我相信你不会骗人的，但是昨天晚上陆总都喊了那个女人妈，所以我能理解你想要儿子的心情，但你这样很容易被别人针对欺负的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愿意做你干女儿。这真是个好姑娘，这样的女孩才有资格嫁进我们陆家的大门。好好好，乖女儿，你觉得我们家云琛怎么样？陆总挺优秀的啊，那要不你嫁进我们陆家做大少奶奶怎么样？阿姨，我怎么能行呢？我说行就行。孙姨，那你干什么？跟上了。陆总，我妈刚离开公司了。对，老夫人带着人已经去了高尔夫球场。你昨天怎么任由那些人欺负我妈？抱歉，陆总，是我工作失职了，都怪那个保洁一直纠缠不休的冒充老夫人。算了，我自己去一趟高尔夫球场。你把球给我捡回来。我？对啊。不捡。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女人，为我的未来婆婆出气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？我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好胳膊好腿，自己不会捡啊？姐姐，我帮你去捡吧。自作主张，跟你下贱的妈一样。你怎么又打人呀？我打
打他怎么啦？要不是他吃我孙家的、喝我孙家的、住我孙家的，他妈还躺在医院里半死不活的，死也死不干脆，还一直花我们孙家的钱。你这小点年纪，嘴怎么这么大毒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去把球捡回来，就当是昨天晚上你给我赔罪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云琛怎么可能取消我们的婚约？云琛取消婚约是因为你，不是我。胡说八道，我又没做什么。你干的可不少啊。不过呢，我也很遗憾。你遗憾什么？你这辈子都不再有机会嫁进陆家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诅咒我！姐姐，阿姨她不是这个意思。哟，你还挺维护这个死保洁的吗？都说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廉价货就是喜欢廉价货哈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帮我捡。好，只要你不为难阿姨。哎，趴着去。小丫片子，做事别太过分。我就过分了怎么样？要不然我给你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要不然你去，要不然他爬着去。不可能。小姨，来，有我在，他不能欺负你。孙姨，你敢起来的话，我就给你母亲停药。阿姨，我还是去吧。你，啊，我去捡。早这样听话不就好了？孙宇，拿别人妈妈威胁，卑鄙。这也分人，比如我对陆阿姨就很好，是吧，陆阿姨？是呀，我们家雨儿啊最好了。这丫头虽然缺心眼儿，但是这战斗力很强。你呀，花着我们孙家的钱，小姨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容易。你，别再为难她了。你还挺维护这个廉价货的吗？当然，她可是我未来的大儿媳妇儿。哟，孙姨，你还打算让这个死保洁做你未来的婆婆？好的，别怕啊，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你嫁进我们陆家，做大少奶奶怎么样？眼前这人怎么就坚持说陆总是他儿子呢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可虽然不对劲，但除了妈妈，她是唯一保护我的人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孙姨，你真打算给她做未来儿媳妇？反正我年龄也不小了，可以试着和阿姨的大儿子接触接触。你虽然是私生女，但你这也太掉价了吧？孙小姐，什么身份的人配什么身份的人，咱别理他，我们玩。陆总，没长眼，你往人身上打！陆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陈经理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让工作时间出来玩？哎，陆总，冤枉啊！我们是来陪老夫人的。是啊，我们只是玩玩而已。这陆云琛啊，需要替代品当妈，他肯定不会揭穿我的。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？云琛，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？你不也是这样跟我妈说话的吗？我没有，我一直对陆阿姨都是客客气气的。客气？我看不见一丝客气。吴德柱，把球杆给我。去，把球给我捡过来。我怎么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去捡回来。云琛，放下。继续。啊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啊！孙姨，你去捡去。怎么，为我捡个球都不愿意了？没有，云琛，我只是累了。记住了，我陆家不要仗势欺人的。陆总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老夫人出气嘛。替老夫人出气？是啊，这个女人她一直欺负老夫人。你是说，是她欺负了老夫人？是啊，云琛，是她。狗眼看人低，就是这个陈经理啊，人事部经理，刚在门口威胁我，说要拿手中的权力对付我。放肆！你怎么还叫云琛呢？你放肆！陈经理，哎，你有什么权利？说来听听。陆总，我没说过，这个女人嘴里没有一句真话。那你觉得你和她的话，我会信谁？陆总，我真的没说过，不信的话，你问老夫人。真相不重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降职。降职？撤销你人事部经理的职位。啊？那陆总，我现在是什么职位？你不是最看不起保洁吗？那就做回去。陆总，我错了，请你。
孙小姐，陆老夫人，帮我求求情啊！我才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触眉头。陈经理，你也可以选择离开公司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件事。李云琛什么事啊？他不是我妈。难道这个女人真是老夫人？完了完了，这下我的工作保不住了。陆总，这个女人真的是你妈呀？你去把车捡回来！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诅咒我？不可能！我不是，那宋爷也绝不可能是，绝不可能比我过得好。我是陆云琛的妈。哎呀，我不是又能如何呢？我说我是呢，你们就讨好我、尊敬我；我说我不是，你们就奚落我、欺负我。陆老夫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对，就当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仗着气。老夫人，这就开始道歉啦。我不是陆云琛的妈。可是陆总刚才说他不是。看来妈还想将这场游戏继续玩下去。我刚说的都是气话，妈，以后你再欺负别人，就别怪我不认你了。虚惊一场。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呀。要不是你纵容他们，他们会这么做？是个傻子，是妈的坏太会了。行了，你继续玩。云琛，等等我！姐，爸让我们在这等他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爸要是知道你要给这个臭保洁当什么大儿媳妇儿，你就等着打死。什么大儿媳？那个阿姨说要我妹妹嫁给她的儿子。哎，小丫头片子，你怎么不喊我死老太婆啦？这死老太婆不知道见好就收。云琛，刚才是我太生气了。你喜欢她？懂事又善良的姑娘，我喜欢。确实不错。云琛，别忍住！都怪你，每次遇见你都会惹云琛生气，都是你自己作的孽。你个死老太婆你！这云琛一走，你就不喊我阿姨了。哪个女孩希望在喜欢的人面前没素质？知道自己没素质啊！对了，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上次那个赌约，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爸，那个死保洁联合这个死丫头一起欺负我。孙小姐，她现在不是保洁。你闭嘴！爸，你可得替我报仇。她现在不是保洁，是华伦的主厨。你欺负你姐姐了？爸，我没有。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快给你姐姐道歉。我说你这个人啊，上来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偏袒另外一个女儿，她俩可都是你的女儿。我说有你这么当爹的？哎，你什么身份？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啊？我没有身份，就不能跟你说话。爸，你看这个死保洁的嘴太讨厌。女儿放心，我会处理她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看，这里没你什么事。哎，赔钱货，你还敢惹爸生气？我说你们家他什么毛病啊？上来就打人，护犊还不识字呢，管我们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，在这教我做事？你再动我一下试试，信不信我饶不了你？哦，那你说说怎么个不饶法？爸，别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这样！你给我闪开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！爸，你这个臭闺女，还说要给这个保洁当什么大儿媳妇？什么？孙姨，这是你说的？啊！你少跟我自作主张！你姐跟陆云琛的婚事已成，而你的婚事，我早就跟贺总聊过，等你姐姐结了婚，你就跟我嫁过去。爸，贺总那么大年龄了，
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我照顾你跟你妈这么多年，现在也该轮到你回报我的时候了。如果我跟贺家的合同有什么闪失，那你就跟你妈给我滚出孙家！我说都什么年代了，婚姻早就自由了。闭嘴！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赔我事儿？行，只把是你女儿孙雨嫁进不了陆家。来人，给我拉出去打一顿！住手！宋阿姨，小贺，宋阿姨，你今天怎么在这儿？小贺总，你们认识？当然认识，她就是从小照看我长大的宋阿姨。什么？照顾？哎呦，难不成她以前是你家的保姆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她是照顾我的？小贺，宋阿姨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小贺，你能不能帮宋阿姨一个忙？当然可以了，您说。能不能让贺家和孙家断绝一切合作关系？你个死老太婆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这贺家会为了你毁约？我谁也不是，但是呢，我可以让小贺听我的。贺笑，你真要听这个死老太婆的？对啊，今天呢，我都听我们宋阿姨的。事情的走向怎么这么古怪？她真的是老夫人吗？你爸要是知道，非得打死你不可。贺笑，居然因为一个保洁跟我们孙家毁约，那又如何呀？你爸还等着娶孙一呢。哎，别说了，你别再提我老爸老牛吃嫩草的事儿了。今天就是我爸站在这儿，那也会帮宋阿姨的。毕竟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，不该惹的人就他。小贺总，他究竟是谁？他就是刚不是说过了吗？记性不好呀。我照顾过小贺一段时间，我们胜似母子。是我们家跟宋阿姨的关系非常亲密。原来如此啊！那今天看在小贺总的份上，我就放过他一马。放我一马，笑话！现在不是让你放过我，是我不会放过你。别说贺家不跟你们合作了，陆家也不会再跟你们合作。还有他，更别想嫁进陆家。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我就不会让你们孙家好过。孙家竟然惹到了宋阿姨，你这女人，看我打死你！孙总，我劝你适可而止吧。这样还不知道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宋阿姨，要不我先带您离开吧。呀，走。爸，什么人都帮他呀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宋阿姨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呢？谁想让他们孙家这么仗势欺人？我就不告诉他们我的身份，他们现在做的越过分，后期就越懊悔。再说，我还没为自己报仇。宋阿姨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啊？我和孙宇的赌约，他还没有兑现呢。陆总，我想你需要这个。谢谢。孙儿小姐，我单身，未婚，你敢经营？我骑行，就这样。那好。妈，哎，你们三个在这干嘛？今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跟我们说了，你怎么能任由那些个杂碎欺负你啊？我看看有没有哪受伤啊？是啊，何就跟我说了你们在高尔夫球场发生的事情。我没事儿，只不过这辈子就没遇到过他们那种人。妈，这口气你可绝对不能咽下。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好吧，那你就笑一笑，别再绷着个脸了。走，我们三个陪你购物去。哎，购什么物啊？这个好看。陆云琛什么时候再宣布你们订婚的事儿？爸，昨天晚上之后，云琛就再没跟我联系过。你要抓紧点儿，我们孙家需要新的投资。什么？
陆家和贺家同时撤资，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啊，什么情况？撤资是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明白吗？陆家和贺家不再和我们合作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和陆云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没什么事情啊。没什么，他能突然和我们孙家断绝合作？爸，这个事儿一定有蹊跷。什么蹊跷？那个保洁，云琛一直很维护那个保洁的。他维护那个保洁做什么？那个保洁一直自称是云琛的妈妈。陆老夫人不是另有其人吗？爸，会不会是云琛故意认错妈妈的？陆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妈喜欢你，正好我也觉得你不错。你妈是那个阿姨？思润小姐，你有兴趣跟我相处一下？可你是我姐姐的未婚夫。昨晚宴会上，我并没有我宣称我要娶的是孙玉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我要娶的是孙家小姐，可是孙家2位小姐不一定是他们认为的那位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不定你们看不起的那个保洁就是陆总的妈妈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忘了，你也是华伦主厨。也，好言总有被拆穿的时候，你可得小心点。他还不知道我是谁，不过他好温柔啊，也有点熟悉。谢谢你提醒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真不认识？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呀？你是不是云琛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白主厨，后厨找你。小野，我晚点再跟你说。这人真奇怪。不过他怎么知道我在云琛生活？阿姨，您就带我去见一下云琛好不好？云琛那么忙，我可不好意思打扰。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谁是云琛的妈。云琛现在可没时间陪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找李娟赔偿的了。这人真是云琛的妈妈吗？孙一会不会故意误导我？赔偿？什么赔偿？宴会上那套珠宝你还没赔给我，那就是个假货，那能值多少钱呀？确实不知足惜，只是你倾家荡产，你也未必赔得起。好呀，既然你说赔偿，赔给你就是。我有钱，拿去吧，穷酸货！就这么点啊？打发叫花子呢？我说你之前跟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呀？我告诉你们大家，他以前呢就是个扫大街的，穷的连饭都吃得起吧。看到别人把它菜扔在地上，他就过去捡起来，菜是好的，就拿回家去了。原来他这些年过得这么不好。阿姨，他真是扫大街的。怎么你还不信呀？给你看个东西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不是他以前的照片，这旁边这个就是他儿子。我以为你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，差点又被你们骗。好你个孙毅，竟然敢骗我！昨天小贺总当年我估计也是因为你在他家当保姆多年，念念着有点旧情吧。什么样的人才算大人？华伦的主厨都不够格吗？白主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是华伦总店的主厨。哎，孙小姐，他是华伦新上任的副主厨。虽然他以为我是冒充的华伦主厨，但还是愿意用这个身份帮我，这一点心是善的。那正主厨是谁？还没上任吗？已经上任了。谁啊？李娟，我不管你从哪弄的照片，但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以前并不代表现在。先把钱赔给我。哎，我不是赔你了吗？你怎么就对我不依不饶呢？不够，这套珠宝价值1个亿。1个亿，他也真敢要。我说你是不是穷的想找人碰瓷儿啊？你去找别人呀，你别总是在我这儿死缠烂打。既然你不赔，那我就只好拿出证据了。宋阳，请你适可而止。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你好像被降职了吧？你现在应该是保洁。小人得志，我就小人得志了，怎么样？拿着你的抹布给我打扫卫生去。
不是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有什么资格指使他呀？还有你也给我打扫卫生去，凭什么？因为宴会的赌约输了。你当上华伦主厨了？这死老太婆，她真当上华伦主厨了？是，她可以作证。白主厨，她有什么资格啊？这时候更不能戳穿他。他没有资格，谁有资格？对，他就是华伦的新主厨。现在信了吧？还有你，我那套珠宝价值1个亿，这是鉴定书还有发票。怎么可能？1个亿？你怎么会有陆家的珠宝啊？云琛送给我的。你真是云琛的妈妈？你希望我是云琛的妈妈吗？不是阿姨，你要是真的是云琛的妈妈的话，我之前做的事情，阿姨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之前以为她才是云琛的妈妈，我顶撞你，我是为了给你出气，我是好心的，阿姨，你别误会我好不好？我不是云琛的妈妈。我之前说我是云琛的妈妈，你们不信；我说我不是，你就信了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是云琛的妈妈？你到底是不是云琛的妈妈？当然不是啦，她的前夫叫吴大勇，那儿子自然就姓吴了。我可是有人证的。陈经理，你之前给那个保安找工作，就是他的前夫。难怪我觉得那个保安有些眼熟。你为什么会和吴大勇有联系啊？难道是当年的出轨对象就是你？你放屁！我可是云琛的母亲，我怎么可能会跟吴大勇有牵扯呢？行，我不是陆云琛的妈妈，你们满意了？你本来也不可不是。行，先不扯那些，先赔钱。就是赔钱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东西可是陆家的，我凭什么赔给你啊？那行啊，那我就报警，到时候自然就会有真相。宋颖究竟是在哪儿搞的陆家珠宝？不过那也是我儿子给你的，赔钱也无所谓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打个欠条。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我不光要钱，你还有什么？20万现金。哎，这么一圈就20万，还真是上不了台。因为20万现金就是极限，这是不是？好呀，我赔给你。妈，我不能再被他吸血。小野，你赶紧接电话呀！喂，小姐，妈问你，那个宋颖到底是谁啊？妈，你先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你看你现在什么态度？妈，我准备和梁梦离开江城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喂，你不要我了！喂，我想你贝尔了，跟你们一个德行。气死我了！你怎么不干啊？这不干着呢吗？擦着呢呀。孙宇，活可不是这么干的。要不是你威胁我，我怎么可能在这里干这些？我堂堂孙家千金，要不是你威胁，我要干这种脏活。愿赌服输。你去给我倒杯茶去。我不。不愿意啊？行啊，我今天晚上要见上云琛，我要是说出对你不利的话，你可别怪我啊！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怎么这么损啊你？我可没你损。小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刚刚找陆总，他说阿姨在这儿。你找云琛做什么？商量心事。你跟云琛有什么商量的？陆总说商量一下给孙家多少彩礼。给孙家彩礼？云琛要娶我？
是，但是也不全是。我还是别给孙玉说云琛想娶的人是我吧。那我就想不通了，给孙家的彩礼，爸让你来商量干什么？是陆总单独联系的我，他是想给我一些惊喜吧？或许是惊喜。孙宇知道真相，肯定要疯。他有没有说给我多少钱？陆总说他妈妈喜欢8，所以彩礼就是8888万。这么多！孙小姐，这么多彩礼啊！孙小姐真的是好福气啊！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！之前云琛不是说给888万彩礼吗？怎么翻了10倍啊？瞧他开心的，殊不知云琛要娶的人是他瞧不起的私生女。我去找云琛。宋颖，什么？不高兴啊？忍着！你也可以辞职啊。不过你应该也舍不得这份工作吧？你的薪资也好歹有好几百万，你去哪找这么高工资的？走吧。陆总降职不降薪，竟然拿捏住了。云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云琛，我妹妹都跟我说过。阿姨，那个保安是谁啊？云琛的爸爸怎么是个保安啊？不过云琛的爸爸妈妈这么亲密的在一起，那我肯定没有错。孙一这个死丫头竟然敢骗我！啊，云琛，你什么时候对外宣布跟孙家的婚事啊？明晚陆家婚宴。拜拜。陆阿姨不是说宋颖的前夫是保安，怎么云琛的爸爸也是？算了吧，都怪宋颖，要不是她，小坚不会离开我的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真的是宋颖。那死女人离婚后就带着3个孩子跑路了，我至今都不知道3个孩子的下落。是啊，那3个孩子本来就应该有抚养你的义务。你去把宋颖给我骗到这儿。你要干什么？要不尝尝？很美味。你喜欢就好。这人怎么总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？李娟，李娟，你是谁？好久不见呀，老婆。吴大勇，我记得你以前很胖，见我身体没有颤抖。妈，我没事就是啊，我也不容易，天天回来跟我吵架，这不许提我妈妈！都给我滚开！我呸！窝囊男人，挣不了钱，养不了家，就知道窝里横。这种男人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信不信我让你回忆回忆当年挨打痛苦的滋味？吴大勇，以前是我没有能力，我逃不掉你，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，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窝囊，但是我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？逃了10几年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说你那3个小子在哪？到了该养老子的时候了。儿子绝对不会养你。说他们在哪儿？这妈是谁？他的追求者。宋颖，你连姘头都找好了？听不懂话吗？我说我只是他的追求者，只是我单方面的行动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
欺负她。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前夫，我就说嘛，像你这么差劲的人，会配当她的老公？滚！我是华伦总店的新主厨，陆总亲批的。华伦旗下所有连锁店都归我一人养。我想，我开除一个保安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你想？再不走，现在就开！小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没事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就当没听到的。小影，如果我说我刚才说的不是假的，我就当没听到的。小影，又怎么了？吴特助刚刚通知我们，陆总明天的订婚宴，我们饭店的每一个员工明天都要参加。另外，吴特助还说了，陆总明晚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大儿子应该是想明天宣布我的身份。哎，吴特助人呢？他刚还在这儿呢呀。老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吴特助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难道老夫人知道我2盲症的事了？看在小倩的份上，你得帮我。小倩是谁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吴特助一定和小倩有一腿，他不然不会3番5次的帮我。老夫人，你有什么今晚吩咐的事？明晚陆家的订婚宴要让宋老师拜练。哎，儿子，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？妈，听您这话失望了。没有，我不是怕耽误你训练，耽误你正事儿。妈，再忙我都有时间给你。走，你们回家。宋颖，这是我儿子。哎，松开！快说，他是不是我儿子？不是。我说，这么大个小子，肯定是我儿子。是又怎么样？我没你这个。滚！儿子，真的是你！爸找了你好多年。别在这给我假惺惺的，给老子滚！哎呦，我这辈子头一次见到儿子这么对老子。哎，宋娘，这个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儿子。你这么大的块头，看着有点像陆二婶。是我呀，儿子，我是你爸。你是我爸的孙子，我不认。是不是你教我儿子不认我这个爸的？自己做的事情，别以为他们小着记。你放屁！肯定是你教的，我打死你！哎呦，不要再哭，要不然我打死你！快回家！再骚扰我妈，废了！世界上哪有这样的？不怪我儿子，就怪宋颖英英。10几年以前带着我的孩子逃跑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现在找到了，我要让他们认祖归宗。晦气！咋了，二哥？这么大火气？别提了，今儿遇见了倒霉蛋子。哪个招惹你的？我认识吗？遇见了你们的爸。什么？他又来找我撒妈了？当然没有，想认我。你认个屁啊！现在咱们3个长大了，能挣钱了，他年龄又老了，咱指望着我们给他养老，不可能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再找个人重新嫁都没关系，但绝对不能再找他。就是。放心，我不会再跟他有什么牵扯。妈，明晚的订婚宴你好好准备一下，之前欺负过你的人，明天都会付出代价。好。你是没看到今天孙宇伺候我的样子，憋屈着。这还不够，明晚才是重头戏。
还不说，你有时间吗？帮帮我。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今天晚上不是订婚宴吗？我身为华人主厨，也要展示一下我的手艺。好，叔叔，我帮你。我这几个儿子啊，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菜，这些招牌菜呢，都是经过我严选的。小姐，你有几个儿子？3个，个个都有出息。这么瞧他，真的好熟悉啊。好看，就这个。怎么那么像那个人？老夫人宴会马上开始了。好，待会将这些饭菜送到宴会上。老夫人，今天戴这粉还怎么样？就这副吧。老夫人，急匆匆的跑什么？苏小姐呢？不是让你去喊了吗？老夫人，苏小姐在宴会上被人欺负了。哎，老夫人，你的礼服还没换呢。你干什么？滚开，这没你什么事儿。没有我的事儿，她可是我未来的大儿媳妇儿。大儿媳妇儿，你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我女儿的婚姻由我做主。你有拿她当女儿吗？爸，我要嫁给他儿子。你再给我说一句。我说我要做阿姨的大儿媳妇。等你们知道他儿子是谁，看你们怎么办。爸，他顶撞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打一个试试。天了，就你这种女人，你敢顶撞我？老夫人让我把你放进来，知道该怎么做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这种女人，你瞧不起谁啊？底细你像我这种女人，能让你们孙家破产？口出狂言！之前我处处让着你们，你们还得寸进尺，现在又来欺负我未来的大儿媳妇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孙家付出代价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孙家付出代价？陆贺两家好像和你们孙家解约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因为你？当然是因为我，这你都想不到，笨蛋！你喊我什么？孙总，他骂您笨呢，这你都没听出来吗？再骂我爸一句，我杀了你！小丫头片子，你的手段还是那么卑鄙。你个疯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给我喝！笨蛋！保安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我看谁敢！今天谁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！你有什么资格啊？陆海姨，他欺负我！苏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赶紧松手！叫什么东西让我松手？你说老夫人不说话呢？老夫人是吗？好啊，等一会儿我就让你跌下一顿。跌下？那我倒要看看我们到底是谁先从你那上跌下。宋勇，哎，各位，他就是吴大勇，这不是云琛的爸爸吗？他就是宋颖的前夫。说他是谁？雨儿，他就是吴大勇的前妻。阿姨，那个保安是谁啊？我爸。哎，雨儿，雨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想死了。雨儿，你放心，爸一定会为你报仇。各位，宋颖是我的前妻，她在15年以前带着我的3个孩子跑路了。我找了我3个儿子整整15年。这年头真够狠的。 3个儿子，陆家不也是3个儿子吗？到今天，我才见到我的2儿子。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一说，当年我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出轨？陆夫人，为什么你对宋颖是这么清楚？那是因为我之前跟他在一个地方上过班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和吴大勇才是一家人。哎，你可不要胡说八道！我跟吴大勇可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没有出轨，出轨的人是他，就是你。多年前你不但出轨，还带走了吴大勇的3个儿子，
哎，你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宋颖，今晚我要将你的名声搞臭。宋颖，你快告诉我儿子在哪儿？我养大的儿子跟你没关系。够了，谁要听你们吵这些？保安，他给我捆起来！我看谁敢动！你说这么烂一个女人，怎么就这么稀罕？她可比你好100倍、1000倍。她是那个人吗？怎么变了这么多啊？也只有你这样难道会稀罕这样的女人？对，可又有谁稀罕你呢？吴大勇吗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跟吴大勇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是陆总的母亲。陆总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？异想天开。语气听着很心虚的感觉。我没有心虚，我真的是陆总的母亲。啰嗦！绑！出了问题我负责。住手！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啊！儿子？什么儿子？他是陆总。不会弄错的，就是我儿子。人家姓陆，你儿子姓陆。去换身衣服吧，我们在这等你。啊！各位，都耐心等着吧。待会儿我要宣布一件事。我不会弄错的，你手这有颗痣，他就是我。哥，反正是谁都能碰的。这语气，要不然我打死你。好像晚上接宋颖的那个壮汉呢。肯定是宋颖不让你们认我的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副总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？异想天开，想疯才想疯了呗。哎呀，大勇，我让你今天过来摆平宋颖，不是你还乱认儿子。我敢肯定，他们3个就是我儿子。那个宋颖都又到处乱认了。云晨来了。云晨，对不起，我大错特错。玉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各位，今晚我要宣布一件喜事。陆总，我们都知道今晚是你和孙家小姐的订婚宴。我这么欺负他妈，云琛应该不会再跟我结婚了吧？是，今晚是我和孙家的订婚。云琛，你还要跟我结婚吗？我与孙家的订婚已经是板上钉钉。云琛，给大家介绍，这便是我的未婚妻。怎么可能是孙怡这个贱人？什么？竟然是孙二小姐？是啊，我以为是孙小姐呢。孙小姐，请你对我的未婚妻尊重我，不然别怪我客气。陆云琛，这要干什么？岳父，你是不同意这门婚事吗？虽然不是女儿，但是陆家的大少奶奶，左右都是我孙家的人。只要孙家和陆家联姻，对现在的孙家来说，就是件天大的好事。不，云琛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当然同意你们的婚事了。我才是陆云琛的未婚妻。玉儿，你别难过，那谁让云琛看上你妹妹了？各位，我还要隆重的再向大家介绍一个人。谁呀，陆总？我的亲生母亲。陆总，你的亲生母亲不在了。我的亲生母亲并非她。我的母亲在15年前就带着我和2个弟弟逃离了家庭。她为什么要逃？我爸是个赌鬼、酒鬼，每次喝多了都会打我母亲以及我们3兄弟。这样的烂人，妈不逃，我和弟弟们都会死的。这不就是他吗？陆总的亲生母亲就是刚刚那个女人。所以我要向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母亲宋妍。妈，真的是他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比我活得好。
丽娟，我就是比你活得好，你站着的就是我的位子。阴差阳错让你当了2天老夫人，众星捧月的感觉怎么样？很享受吧？可惜从现在开始，你都会被我踩在脚下。老夫人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行吗？老夫人，我对不起。我不会原谅你们。还有你，你以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历历在目。放心，我不会报复，但是我这3个儿子都不会认你。那是我的儿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让他们不认我？阿姨，我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孙宇，看清楚，她才是我认定的大儿媳妇。阿姨，求求你了，就原谅我这次。没机会了，我们陆家也不再会和孙家有任何合作。玉儿，往哪走？来人，把这几个给我带下去。我自己会走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宴会继续。小野，你在这儿？我记起来了，对，是我。自从我妈离了婚，我就随了我妈的心，也改了命。变化真的很大。哎，前几次我都没有认出来你。我老了，小野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其实当年如果不是我妈，我们很有可能就结婚了，但是我不后悔。我有3个爱我如命的儿子。小野，我这次回国工作，就是为了专门找你。我知道，我答应你。小野，你答应我什么？嫁给你。好。3、2、1。